大家好，我是周文强老师，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创业亲子训练营。这个课程呢，我们将会邀请我们的阿里巴巴的原创业总裁我们的乔帮主来给你分享阿里巴巴的管理三板斧，阿里巴巴的使命、愿景、价值观是怎么在阿里巴巴集团公司落地的。当年周老师学这个课程，那是花了好几十万，而今天我们将会让乔帮主免费分享给大家，所以这一讲非常非常的重要。让我们掌声请我们的乔帮主闪亮登场。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里百成生学院的乔峰老师。非常开心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为我们这个创业亲子训练营的家人们录一堂线上课。那李老师今天重点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企业文化对于我们创业者的在疫情之下对于我们选项目的一个帮助。那很多人可能会问我说，乔峰老师，那个企业文化是什么呀？企业文化指的是什么呀？那大家知道，我们周老师讲这个创业需要道法术器，对不对？那何为道呢？企业文化就是这家公司的道，道什么？就是这家公司的愿景、使命和价值观。那放眼看来，在全中国所有的创业公司中，真正的以愿景、以企业文化、愿景、使命、价值观为导向做的最好的公司呢，那莫属阿里巴巴为特殊的一家。那么整个全中国大部分的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或者是传统公司，大家都是以业务战略为金字塔的顶端，就是做的一切都是以业务战略为导向的。那公司的培训考核绩效产品增长都是围绕着业务战略去做的。那唯有阿里巴巴在业务战略的金字塔的顶端加了一个看似很虚的东西，叫愿景、使命和价值观。那么他所做的所有的战略的布局，做的所有的员工的培训，做的所有的组织架构的搭建，他所有的收购的公司、合并的公司、淘汰的公司，都是围绕自己的公司的愿景、使命和价值观在做的。用马云的原话来讲，今天我们这个事情要不要做谁来做，应该怎么来做，对吧？那么这个人我们要不要这个人做什么，做好了以后应该怎么办，对吧？等等，这些我们都是围绕公司的愿景、使命、价值观来定的。所以说呢，我今天想分享一下，就是愿景、使命、价值观对一家公司、对一个团队、对一个个人的重要性。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极度的商业化的时代。那么每天我们都会面临很多的商业的机会和商业的诱惑或者说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非常极度功利的时代因为很多人每天都会看到不一样的项目孕育而生。那这个项目到底适不适合你去做呢？或者你自己要不要做呢？你自己该不该做呢？或者你去做有没有就把这个做成呢？那在阿里巴巴企业里面，我们也是用了愿景、使命、价值观来考核这个项目是否可以做，应该怎么做，或者怎么做才有计划的做成。所以今天我重点会从两个角度去分享愿景、使命、价值观对于大家的帮助。第二个，愿景、使命、价值观对于我们日常在选项目过程中的一个帮助。那么首先我先讲两个案例。第一个点呢，就是在李老师当年刚刚入职阿里巴巴的时候，我们做互联网刚刚起步。那么对于我们来讲，赚钱最快的项目呢，并不是做电商，而是做游戏产业。那么当时阿里巴巴公司我们有一个邻居叫网易，那么他们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40多个亿，那时候阿里巴巴一年的收入还不到40个亿。所以当时这个雅虎的公司呢，就希望阿里巴巴呢也能够布局这个游戏产业，说如果说你们不布局，我们将退出阿里巴巴股份你知道雅虎是阿里巴巴第一大股东，而且给阿里巴巴当时投资了10亿美金。作为阿里巴巴第一大股东，他们强行要求阿里巴巴能够布局这个游戏产业所以但是马云当时并没有这样做所以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一度跟雅虎的关系这个达到了一个冰点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雅虎的这个美国的 CEO 的股东，然后坐飞机来到杭州，就指着阿里巴巴董事会来讲，如果阿里巴巴不上线游戏，他们即将撤出阿里巴巴公司，撤资阿里巴巴，然后同时呢解散董事会在这样的重压之下，那么马云依然选择坚守阿里巴巴不做游戏产业。因为当时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游戏产业是整个互联网生态里面最赚钱的行业，因为它开一个账号和开1万个账号是同样的成本。包括今天的腾讯，其实最大的业务来源呢也来源于游戏产业所以说呢马总坚持不做游戏他说我宁愿把阿里巴巴关闭掉
那么到了2012年呢，那么阿里巴巴每天呢纳税1.58个亿，那么也希望阿里巴巴纳税更快一些，所以那时候我们批了很多的地，那希望阿里巴巴能够布局房地产行业，希望每天能够纳税2个亿、3个亿甚至更多啊。那么当时杭州跟阿里巴巴同时起步的一些巨头公司，比如说像农夫山泉、娃哈哈的万象集团，包括传化集团，包括等等绿城集团，都做了多元化产业的布局。那么阿里巴巴当时把批给我们的地做了很深的思考。那当时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们到底要不要呢？大家知道，在那个时候，你别说有一块地，你就是有一个房屋中介公司都非常赚钱的。那时候真正拿到地的企业，除了万科、万达这些绿城这些巨头能够拿之外，很少的公司能够拿到，而且当时的这个给的这个地皮的价格是非常便宜的。所以说呢，对于阿里巴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尤其那时候整个房地产行业都在往上走啊，所以说呢，阿里巴巴当时面对这样的诱惑，马云毅然决然的坚持不做房地产行业，只留了极少的一部分地呢，就盖成了阿里巴巴的员工宿舍和这个办公大楼啊。这个很荣幸，我自己的第一套房也是阿里巴巴给买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公司为什么要这样做？公司这么赚钱的项目为什么不做？如果出于利益，或者出于增长，或者出于股东的压力来讲，应该是可以要的呀，也可以做的呀，而且是没有巨大的风险的。那时候更何况阿里巴巴的主营业务的利润流水也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说呢，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如果能够多一些房地产行业的产业，如果能够多一些这个增长的业务曲线来讲，那也是非常乐观的。那后来有一次在开这个阿里巴巴全员大会的时候，马云就在内部跟我们分享说，我们今天做支付宝是为了解决这个淘宝的交易，我们今天做这个菜鸟网络呢是为了解决淘宝的物流运输，我们今天做这个阿里云计算呢是为了解决企业的基础商业设施，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生态都是围绕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啊！我实在想象不到这个房地产和这个游戏产业跟那个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有什么关系啊！他说完以后，我们瞬间豁然开朗，哇塞！原来老板是这样思考的。马云说，今天中国不需要再多一个会赚钱的商人，今天中国再也不需要多一家会赚钱的企业商业巨头，但是需要一些更加能够创造社会价值的公司，真正的能够去创造就业的公司啊，真正能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己有什么，自己应该放弃什么样的公司。所以对于阿里巴巴来讲，我们起初成立的时候是靠愿景使命价值观活下来的，那么今天的阿里巴巴也应该是靠愿景使命价值观可以走得更远，对吧？所以说他说他从来不会担心阿里巴巴会因为商业模式倒闭，会因为这个没有增长会倒闭，会认为没有人才会倒闭，但他担心阿里巴巴如果有一天阿里巴巴会倒闭，那一定是阿里巴巴没有了愿景使命和价值观的标准，所以说呢，忘记了愿景使命价值观，忘记了初心，所以说他一定会倒闭啊！所以当时说完以后，我们豁然开朗啊！这也是我认为愿景使命价值观对一家公司对外部选择战略的重要性。尤其作为今天来讲，我们每个人每天面临的项目都非常多啊！在这里呢，李老师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在有一次达沃斯论坛的时候呢，这个马云、马化腾和李彦宏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就问他们说：“你们三个大佬现在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们感觉很烦恼或者很痛苦的呀？”那个李彦宏和马化腾率先发言。李彦宏说：“我现在最痛苦的就是每天睁开眼睛，到处都是机会，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啊。”马化腾说：“我们腾讯每一年在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上，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去研究啊。”到了马云来讲，马云就说：“那是因为你没有想清楚你有什么，你想要什么，你应该放弃什么。当你如果想清楚了你有什么，你想要什么，你应该放弃什么的时候，其实真正属于你的机会并不多。那这句话其实看似简单，但是你如果真的把这句话能够悟透、想清楚来讲，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啊。但当然，如果你想清楚了，今天你在项目的选择上就不会去踩坑。我们今天大部分人在创业过程中为什么会踩坑，或者为什么交那么多认知费，对吧？或者说今天创业一直不成功，或者创业成功了又失败了。我认为最主要的底层逻辑是对于自己自知的认知的不清楚，忘记了自己的愿景使命价值观和初心，对吧？所以我认为这是阿里巴巴愿景使命价值观对于我们今天的创业者来讲，在选项目的时候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就是什么叫好的项目，或者什么叫好的战略。第一个就是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第二个点呢，就是先做什么再做什么。第三个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一切不围绕愿景使命价值观的战略，或者一切不围绕愿景使命价值观的项目都叫耍流氓啊。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今天的创业其实看似门槛很低，对吧？但真正想创业成功已经是非常高了啊，或者是真正的专业人士的专业赛道啊。那所以说，在今天的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对于我们每一个创业者的创业认知，尤其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在这个情况下去思考：我有什么，我想要什么，我应该放弃什么。在这个基础上呢，阿里巴巴有一个非常成功的3维一体图，就是选择项目的3维一体图，可以送给大家，叫想做、能做和可做。想做呢叫使命愿景，然后能做呢叫这个自身优势和条件，可做呢叫未来趋势和规律。那建立在想做、能做和可做的范围内呢，就是我们该做的。所以说，你回去以后，你选择任何项目的时候，你先问一下，这个项目是不是你想做的？第二个，这个项目是不是你的优势？第三个，这个项目是不是未来的趋势？如果这个项目既是你想做的，又是你自身的优势，第三个又是未来的趋势，那你去做成功的概率可能会更高一些，对吧？如果不是在这个3个方面呢，我建议你不要去做啊。那在这里，李老师会举一个非常好的案例，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一个成长案例。在2019年，我们投资了一家1年做9个多亿流水的这个中医养生中心。那他这家公司主要卖的是艾绒、艾香和艾草。那么，因为他们占据了这个产业带的优势，他们在这个湖北的蕲春县，也就是李时珍的故乡里边，他们做这个艾绒、艾香、艾草做了将近15年，那么1年做90多个亿啊！我经常问他，我说你这个钱到底怎么赚的？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的钱怎么赚的，对吧？所以我当时跟他说，当然如果有一天你不知道你的钱怎么来的，那你很有可能你也不会知道你的钱怎么来的啊！当然开玩笑的啊。那他1年大概做9个多亿，我们当时投资了他560多万的第一轮天使轮，当然他要的并不是钱，他要的是2厘的背书。那第二轮我们本来是让阿里巴巴投资他大概3000万美金的这个 A 轮的啊，给阿里巴巴战略投资会其实已经谈好了。那么到了2019年年底的时候不是放假了，转眼间到了2020年，大家知道疫情就爆发了。那当时疫情爆发之后呢，他这个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也不知道自己这段时间要忙什么，因为全国各地都在隔离嘛。所以他在跟一群这个土豪朋友打麻将的时候，大家很无聊，说：“哎，这段时间好像做这个口罩很赚钱，那我们要不要去做口罩的生意？”那几个土豪在开玩笑的过程中就这样初步敲定